你们是在哪里来的？啊，我们是从中国湖南来的。湖南是吧？湖南人现在来老挝很多是吗？对。我的儿子、我的儿媳妇、我的孙是在宁波，上海宁波。哦。我一年回来这里2次。哦，一直都生活在法国。我讲的普通话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挺好。还好，读过几年，4、5年。在哪里读的呢？在好像老挝有一个辽都中学，你们知道吗？哦。那时候越南也不可以读中国字的。哦。泰国也不可以，只有马来西亚可以。不过马来西亚也是有排华。哦。那个印尼也可怕，那个印尼我们中国人死很多人了。他们也是排华的。不过你们还年轻，不知道这个。对对。这个是像大叔这个年纪就知道了。那大哥，您老婆是哪个国家的？我老婆也是华侨，也是在老挝出生的。哦哦。那小孩就是在这边出生吗？说来我也大叔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好像大叔只是知道大叔的爷爷是广东人。哦，祖籍广东。广东湛江。湛江人。那大叔的爸爸是在越南出生的。那时候越南的变的，那时候河内什么变共产党嘛，大叔的爸爸就来老挝。来完了，大叔是在老挝出生的。到了1975年就解放了这个老挝。大叔就跑过泰国。跑过泰国就去法国。现在大叔的儿子是在法国出生。那到了大叔的孙子，2个孙子是在上海出生。你说好笑吗？几代人哪里都有啊，在哪里出生的地方都有。现在我问我的那个大孙呢，现在10几岁了，我不晓得你是去哪一个国家住，他说他想住在瑞士。住瑞士安全点。他想住在因为我们法国跟瑞士是隔壁嘛。对。他说他想去瑞士那边住，因为大叔有很多兄弟姐妹也是住在瑞士。他说瑞士比法国还要好。那您去过中国吗？去啊，我的儿媳妇、我儿子在那边打工，我一带去啊，我1年也去几次啊。那你现在感觉就是您在这边，您是在老挝出生是吧？在老挝出生，然后现在你们就是在这边，您国籍是这边的吗？老挝的吗？你国籍是老挝国籍吗？国籍是法国国籍。那你现在感觉就是在老挝跟中国什么差距多大？中国的也是没有什么，现在我们中国崛起了，应该很好的。你看中国是这样啊，有很多他还是人家叫做土豪，就是很难讲的就是去到那边他乱丢垃圾啊，像我去上海啊，去那个杭州啊，他们吃完就那个瓶子乱丢七八糟。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做的？主要是素质方面。素质很低，我们中国人。就是慢慢他就可以改，过了10年20年应该可以改。这思想观念问题还是思想观念，但因为还没有出过。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一点钱出去，好像很嚣张，就是有点嘚瑟。很嚣张，就是说，他也是希望出来就泰国啊、马来西亚、老挝、越南啊。不过他们时常讲，这个老挝一个首都是吧，比他们一个小的省份还要小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这么讲，你为什么还要来这么多人来这里住？我就不明白。讲话很嚣张，年轻人可能没有知道我们中国以前是怎么样的国家。对，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。像我父亲说，以前我们50年代、40年代，我们中国家真的很穷啊。到了60年代、70年代，还是全世界最穷，就是我们的国家，是吧？就是比那个非洲还要穷。为什么我们华侨跑出外国这么多？就是我们以前的国家真的很穷，饿死很多人。现在我们国家好的，像我儿子，他读完书，他跑去中国好，我说中国好了吗？他说中国真的好。因为他读做那个地铁，造那个桥，还有造那个高速公路。对。不过现在
我现在娶了北京姑娘，那就技术就没用了。他的太太，我儿媳妇就不给他做的，就说你来帮我啊，算账啊，不要做了，就去那边做了2-3年就不可以做了。现在住在宁波那边，以前住在上海，现在住在宁波。宁波也是一个大城市啊，人口也是500-600万的。那大概有几个儿子，几个女儿？有4个，有2个儿子，2个女儿。哦，都已经成家了。还有2个，他们应该是成家的，因为他们住在法国，他们不结婚的。哦，就是说你同居就是不结婚。哦，可以不结婚，可以同居。不结婚，就是在那边。那边思想还是比较开放。就是这样的。我到了7月份，可能要去上了。哦，孙子孙女多大了？最大的？我的孙子应该14、15岁的。哦，我已经65岁了。哦，看不出来。我已经65岁了。不，谢谢，我不抽烟的，因为心脏不好。哦。以前在法国的时候抽很多烟，现在不抽了，不抽的20多年了。那你也经常回来看看老挝吗？因为我在老挝，我出生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达拉绍那边呢？哦，就是早市那里。早市那边就是，早市那边以前我们中国人全是在那个繁华的地带，在那边做生意，卖东西什么。70几年的时候你们就离开老挝，然后75年就离开。哪一年回来的？我2000年才回来。2000哇，2000年出去20几年了。20几年，我在那边已经在法国打工，做那个汽车啊。做了差不多38年，已经退休差不多7年了。我57、58岁就退休了。那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去过中国的呢？我年年都是，只有年都去。那个 COVID 是吗？那个什么疫情？疫情啊。疫情就是2-3年没有去。就是2-3年我孙子就是住在法国，现在住在法国这样就是他说不想回去那边读书的。因为我儿媳妇在那边教我的孙子在中国读中国书嘛，我也是赞成。不过有很多隔壁的家庭他说，我想给我的儿子孙子出去西方国家，为什么你还要带他回来这里读书？我也不明白，因为我们有的选的就可以这样。我也是想给他读中国书。那你现在看我们中国的变化？变化很大，变化很大。我时常看，你知道上海吗？你上海一个礼拜就变一种的，你看那个高楼大厦，那个差不多600层是吧？比我们法国那个铁塔还要高2倍。你知道这么厉害的？一周一个样啊！你看那个跨海大桥，对，我儿子也是有感受啊，在那边有看过，他说太厉害了，那个跨海大桥，以前还没有做好，我们还弯那个杭州吧，弯以前差不多400公里了，现在做完这个跨海大桥，在宁波过去那个在上海过去那个宁波，差不多缩短差不多200公里。你看这么厉害现在我们中国人觉醒，什么都可以做了。就像刚刚那个大哥说的，中国是崛起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出来旅游的这个方面素质方面没注意，对吧？素质方面还不可以。对，有点钱出来就。以前的几年前10年前这样，我去越南旅游跟我儿子儿媳妇去。他们去吃那个快餐那个自助餐是吗？好像抢来吃的。我说你们慢慢不可以，你跟他讲的是没用，他照样抢。我说吃完应该有的自助餐是吗？对，就是他们素质太低就跟你抢。对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就是还有他住那个旅店那个5星级的旅店哇，他玩那个在海边玩的上去，那个沙子很脏。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带那个沙子上去？你应该洗干净了你才上去，因为人家看见我们中国人的，你有钱他们就叫你符合我，就是这样。影响形象很难讲。还有一个就喜欢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。就是有钱的，就是像我儿媳妇一样。我说你在中国你不要买那个西方的国家，像德国那个宝马什么，
因为他们太有钱，他们说我一定要这个宝马，我儿子说你这个宝马跟这个日本车也是一样啊，在中国造的，他就是不行，好像一架宝马在法国卖一架差不多4、5万块那个美金是吧？那个欧元的，你在中国它那个税很贵的，200、300倍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法国可以买2架了，对，可以买2辆。你应该买这个那个韩国那个Honda呀，还有那个Honda那个 Toyota 也是很漂亮的，那个嘎滴嘎的那个很漂亮。我们中国现在有点钱就喜欢买豪车，太多了，就是这样。他想买一架跟人家不一样，就是我说你们太有钱了，太浪费了。真的，我们中国人太浪费了，好像吃东西也是一样，请人家吃，叫来叫，吃一半也是吃不完，就是想死要面子。对，你说到点了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因为我时常去那边，我只知道嘛。对，有一点，就是说，好像还这个是小事，还有很多这个中国人那个有钱的，他停车乱停的，他就不怕你罚。要罚就罚。我说你在法国不行这样，你罚他太有钱了，你应该拉着车去那个警察局那边，叫他慢慢来拿。你就到了3次你就拿他的驾照拿丢，这样他才怕嘛。因为他们太有钱了，你罚200、300块，他哪里怕你是吗？对。看来我们中国现在太有钱了，他崛起太快了。对，你看很多人没过过苦日子。法国人啊、德国人、美国人啊，他拿了差不多200年才崛起是吗？我们中国差不多30、40年就比他们一样了。你看太可怕了，中国人太厉害了，崛起速度太快了，很多的思想观念没跟上。你看那个高铁是吧？我们是过来旅游的嘛，你们过来看一看，走一走。现在很多中国人来这里娶老婆的，应该找老婆是很容易的。像大叔来这里也是找一个小老婆，在法国也有一个，也有啥？因为有钱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是说真话，不乱讲。这边的嫂子她知道法国那边的吗？你就是大概您这边的嫂子，她知道您法国那边还有吗？她知道。法国那边也知道这边有。法国那边不知道。我法国那边时常在宁波那边住，跟我儿子那边。就是他在法国那边住，我就是很闷的，就是跑来这里，人家介绍就跟人家就跟人家住在一起，没有结婚，没有什么。这边的也没结婚。没有结婚，那个在法国那个结婚。现在大叔在法国，那个退休金也是不多，差不多1800块欧元一个月，应该1万6、1万7这样。1万多1万。那也挺高的。1万多块应该够在这里，你花1000块花不完的。对。